你冷静，我只是去消遣一下，我也没有想到在那能碰到向班啊。我们分得很清的，没有因为私情影响到学校的关系。他身上的伤是你打的吗？伤什么伤？我没有我没有对他动粗过。请不要宣扬出去，学校会开除我，我太太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要什么？你想什么都满足你。奖学金我让不给你，让他们让你成为医院优秀学生，让你成为第1名，好不好？求你。范教授和陆雨珍就在这里。他们已经在里面好久了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。范陆云，我太太。开门！范慧仪，开门！开门！你不能在这儿，你不能在这儿。开门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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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！别急啊！发生啥子事情了？警长，有人玩这个呀！哎呦，乖乖弄地洞了！哎呀，环境不好啊！侬看，现在天天都有命案，不是他杀就是自杀。哎呦，社会乱了。有新案子啊！对不住啊，兄弟，又失手了。我还有案子，下次，下次。Thank you。上次那个福特男呢 He's not my type。林法医换口味换的可真快。探长，看这次这伤口，对手起码1.9米吧。这里都是崇德大学的学生。是的，都是毕业班的女学生。学校没有女舍吗？有，之前招过一批，但是因为宿舍不够，所以就盘下这个公寓。这里租金挺贵的吧？是的，都是非富即贵的女学生。这个是宿管阿姨王妈，这位是中央巡捕房关岑探长，这位是丁日仪丁法医。探长先生，向曼今天跟我约好了交房租的，我来了以后敲了半天的门，他都不开门。你不知道他已经欠了半年房租了，所以拿了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。没想到他情况怎么样？死亡的时间大概是凌晨1点左右，死者有多处外伤，但都不致命。尸体上有多处血管破裂的痕迹，像这里、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颈部、手部，包括腹部全部都有。这证明他生前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剧烈的一个思想波动，比如说像是恐惧啊、兴奋啊等等，从而引发心肌梗塞，导致死亡。从尸斑上来看，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房间内没有打斗，门和窗都没有破损，这应该不是一场谋杀。只是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1点，他突发心脏病，为何不向室友求救呢？他室友呢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！
陆以真，探长，他有心脏病史，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病发猝死呢？他在深夜发病过吗？没有，但那也不能证明另外，就算他是心脏病并发，他也会大声呼救，你一点都没有听见。我吃了药，睡得很沉。也许只是你认为你睡着了。我睡没睡着，我自己不知道。人的记忆并不可靠，很多梦游患者都不知晓自己在睡着之后做过什么事情，还有一部分人会因为受了刺激而缺失一部分记忆，而这类人也不知道自己有问题。我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。我跟向曼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你和向曼曾因为奖学金闹过矛盾，是吗？我跟他是有过不愉快，但不是因为奖学金。怎么回事？是我拿他当朋友，但他可能没有拿我当朋友。至于奖学金，在我知道是在跟他竞争之后，我就退出了。他确实更需要那笔钱。怎么说？他家里应该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因为缴不上学费，差点退学。不过后来也没有退，学费也缴上了，大概是家里的问题解决了吧。我要问的问完了，让他走吧。你们不怀疑我了？陆小姐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你是嫌疑人。上车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送你回学校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个黄包车就行。我正好要调查案子，顺便捎你一程。一个大男人，车上挂个香囊。等一下。我的手绢为什么在你那？你不是喜欢看侦探书吗？推理一下。来。中央巡捕房探长关岑，有线索一定要跟我们联络。作为涉案人员，最近不要随意外出，方便我们传唤。如果我不呢？你可以试试。没别的事了吧？往事流淌，随风吟唱，轻轻吻过手掌。好了，今天的文学赏析就到这儿，期待早日看到各位文豪的论文。谢谢大家。陆同学，你留一下。范教授，你讲苏轼讲得太好了，没想到你在法国留学这么多年，依旧对中国文学有这么深刻的理解，真是太难得了。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是我的荣幸，也希望吴同学下次一定记得坐前排啊。一定。不好意思啊，吴同学，我还有事情呢，要和陆同学探讨一下，要不改日去我的办公室再聊。好的。
教授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知道学校每到毕业的时候呢，都会选择优秀的毕业生。是这样，之前学校呢都会直接选择获得奖学金的学生，但是向曼，我知道你之前也是奖学金的候选者，所以我向学校推荐了你。谢谢您的好意，老师。但是我想把这个荣誉留给向曼。我知道，因为你们之前的竞争，学校有一些风言风语，甚至更甚。但是我不希望这些影响你的判断，毕竟拿到奖学金，对你也是一种肯定。我跟向曼从来都没有过竞争。行，系里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考虑一下，不妨回去思考一下再回答我。陆以真，你魅力可真大啊！连老师都被你蛊惑了，就算背着杀人犯的罪名，都不能阻止你散发魅力啊！我不是杀人犯。哪个杀人犯会说自己是杀人犯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范教授的夫人也在我们学校执教。小心点哦。开会。尸检报告出了吗？死者确认有慢性心脏病史，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身亡。不过他的外伤是不是诱因，有待进一步尸检结果确认。好，辛苦了，尽量快一点。好，我知道。阿东，汇报一下死者当晚的案发情况以及他人际关系网。好嘞。死者向曼，他的父亲在租界里有家饭店，家道殷实，但是因为他父亲好赌，不光输光了家产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躲债，他抛妻弃女，离开上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现在和他母亲相依为命，但是我们去他家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他母亲。听邻居说，也是去躲债了。他在学校的表现如何？向曼是个老实人，之前和陆以真一直交往，但是两人决裂之后，又和吴潇潇都有接触。啊，对了，她还有一个男朋友，叫张志强，他是大华染坊的工头。工头？对，两人好像在染坊认识。行，现在我们着重要调查的是张志强。是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不是说他没有嫌疑了吗？谁说他没嫌疑？在调查张志强的同时，陆宇珍也不能放过。是。这是向曼的。小姐，您看一看，您这个表的字呢，已经给您刻好了，在这边。然后这个贺卡您也看一下。也写好了，染的布料。哦。啊，都可以哈。哦。好，稍等，我给您包起来。这个表啊，您先生看了之后一定会非常喜欢的。
小姐到了。上海有名的几家染坊，咱都逛遍了。要是这还没有您要找的，那整个上海就不好找了。谢谢。你慢走啊。我是昨天晚上才刚回来。哎，小姐，您是来订货的？哦，没有，我找他们。就是闹一点小矛盾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他和好的。你是张志强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来物归原主。你是张志强吧？是。哦，向曼给你的。我是他的室友，我叫陆以真。这是他想给你的东西。你干嘛？那是给他的。这块表有可能是跟案情有关的证物，我要带走调查。这表挺贵的。是挺贵的，全上海都没几块，表行说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向曼身上有好几处外伤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外伤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可没打他。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说没就没呀？怎么死的啊？死因我们还在调查，到时候会通知你。他买那块表还要负担家里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就算几个月不交房租，也不够买这块表吧？陆一真，你以后不要再擅自接触与案件有关的人，否则我有权以妨碍宣布妨犯案为由将你逮捕。我又不是你的犯人，你凭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啊？照你这么说，我在校园里、公寓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是不是都跟案情有关？我能为他做的不多，你不能连这点权利都剥夺。你跟他的关系值得你这样努力为他寻找真凶吗？我只是想知道，在我们疏远的这段日子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也许不知道真相是件好事。什么？我们在向曼的遗物里找到这枚徽章，这枚徽章隶属于一个书玉。书玉，向曼他，你跟着我一起去。你愿意带着我一起调查？我若是不带着你，你是不会罢休的。与其让你一个人在外，不如让你在我身边活的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上车。欢迎光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私人会所，不对外开放。没有内部人士的引荐，我们不接待的，请出去。这两位是我介绍来的，原来是杜少爷的朋友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好了，想喝什么随便点，记我账上。不介绍一下？不需要。说吧，来查什么？不然你这种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有个叫向曼的女生自杀了，我们怀疑她在这上班。这是能出台的大先生独有的徽章，私企的客人也有。哎呀，陆少爷，这么多姑娘陪着还不尽兴啊？我是尽兴了，他还没有呢。哎呀，这位也有意思，带着女人来我们四喜楼找痛快。
3姨好生招待。他想知道什么就告诉他什么。二位有什么吩咐啊？我有朋友有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旗袍，这可是我们四喜楼店做的布料，独家的。你们这有个姓向的先生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啊，那位大学生啊，他早就不在这儿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攀上了什么高枝，嫁给谁家做姨太太了。攀高枝做姨太太？那位先生眼光可不是一般的挑，一般人可入不了他的眼。带他来查案不合规矩吧？那又怎样？不愧是关探长啊！不过想让他配合你，好像也没那么容易。当然不容易。所以你要在一个人最脆弱、最无助的时候利用他。只要你施舍一点善意，他就会好。哎，你们好，陆同学。范教授，真巧啊！我正找你呢。您找我？来我办公室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没改变我的想法，老师。可以理解，这也是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嘛。看来你们的关系比传言中的要好。我们以前挺好的。原来是这样。他呢有一位常客，看上去文质彬彬的，但却不像是个老爷。不过啊，他出手阔绰，经常点他出台。哎呀，可惜啊，鲁玛这么年轻，学生你这么好，可惜。你跟向曼是什么关系？我和向曼的关系和你一样啊，师生关系啊。我看见徽章了，你是他在四喜小楼的客人，你是他的老师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你冷静。我只是去消遣一下，我也没有想到在那能碰到向曼啊。我们分得很清的，没有因为四喜影响到学校的关系。
他身上的伤是你打的吗？伤什么伤？我没有见，不，我没有对他动粗过。请不要宣扬出去，学校会开除我，我太太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要什么？你想什么都满足你。奖学金我让不给你，让你成为院优秀学生，让你成为第1名，好不好？求你。范教授和陆宇珍就在这里。让他稍等，他们已经在那边好久了，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范明，我太太，开门！范坤仪，开门！开门！你不能在这儿，你不能在这儿。开门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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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！为什么要杀范坤仪？我没有杀人。他死的时候，房间里只有你和他2个人，这一点有大量人证，你休想狡辩。这不是直接证据吧？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杀的？这一次你可没有那么幸运，让你再逃脱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走，你们去休息，这里交给我。我不是来审问你的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没有杀人。范坤仪也有心脏病，现场留有他的药瓶。法医证的取证，真正的死因待法医报告吧。为什么我总能碰到这种事情？你去喝点水。收起一家写信的善良吧，在我最脆弱、无助的时候，只要施舍给我一点善意，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在一个人最脆弱、最无助的时候利用他。只要你施舍一点善意，他就会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。看来我们之间有误会。是吗？我亲眼看到的，亲耳听到的，还不够真。眼见并不一定为实，就像他们看见你一样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，但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的话，只会让杀害向满的真凶继续逍遥法外。范坤仪是向曼的长期客人，怎么证实？他有四喜酒楼的徽章。你慢走。阿东，
取证过程中，他的情绪如何？哦，很平静，只是谈到陆亦真的时候稍微激动了一点。找人盯着他。好。范坤仪的妻子，也是贵校的教授。对对，我们化学系的教授，是位非常负责的老师。二人关系如何？从未见过二人红过脸，都是恭恭敬敬、相敬如宾的。俺们见了好不羡慕哎。不过人家夫妻的事，关起门来哪个有晓得哦？校长此言何言？有一次啊，周末我回学校拿东西的时候，正好路过黄教授的办公室啊，听见办公室里传出歇斯底里的争吵。哦，有一说一哦，他们两个在工作上一向都是学校里每位老师的学习的榜样哎，连黄教授都是非常尽责的，几乎每天都要泡在实验室里。每天都在实验室里？对呀。就知道你们还在这儿，我这有新的发现。范坤仪不是心脏病复发那么简单，而是另有其因。没错，我们在范坤仪体内发现了大量蝶氮化钠，这是一种被引进不久的化学物质，常被用作防腐剂。常温状态下无色无味，但毒性极强，区区几克就可以杀死像范坤仪这样的成年男性。另外，死亡特征和心脏猝死极其相似。而范坤仪本身就有心脏病，需要按时吃药，将蝶氮化钠混入他的心脏病药物中，就算他服下含毒的药猝死，那也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这招也太阴险了。但是，蝶氮化钠是非常危险的化学物品，常人没什么机会接触得到。好的，可以收网了。探长知道凶手是谁了？你是化学系教授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？我们在学校实验室查到蝶氮化钠的数量与所记录的不符，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你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吧？4喜小楼，你不陌生吧？好几次大闹4喜小楼的人也是你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来告诉你，4喜小楼是一家书寓，也就是高级妓院，他们收费高。这样一枚小小的徽章更是千金不换。你说你丈夫到底花了多少积蓄才换了这样一枚徽章呢？别再说了。那些夜不归宿的夜晚，你以为他在学校里面兢兢业业的备课，其实他是在找女人快活。够了，够了。还有一个事情，他在4喜找的女生，你应该也认识，就是他的学生，他们白天是师生，夜晚。你说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有1秒曾想过你？够了！别再说了，别说了！他们该死，他们都该死！所以你给他下了药？没错，那个姓范的不顾我的死活，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拿去给那个娼妓。我现在真后悔，我后悔没好好折磨他，再让他去死。所以你也杀了向满。向满，我杀他干什么？该死的是那个陆亦真。我如果早知道他跟姓范的靠在一起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
你搞错人了。范奎一去四喜，找的是向曼。你说什么？猎杀向曼的是另一些人。魏真，现在真凶也已经抓到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井水不犯河水。确切来说，真凶只抓到了一半。什么意思啊？在进一步尸检中，证实了范坤一和向曼死因是因为蝶氮化钠中毒。蝶氮化钠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，中毒症状和心梗十分相似。黄帝会发现范坤一在外鬼混后，便从学校的实验室里偷取了蝶氮化钠，并放入了他的心脏病药物中。这么说，在我见到范坤仪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服下了被下了毒的药。对。那你刚才说真凶只抓到了一半，什么意思？向曼不是他杀的？我们也不清楚，黄帝会没有承认自己杀死向曼。而且我们在实验室的记录蝶氮化钠差额刚好只够杀死一个成年男人。他是化学系教授，对剂量的把控十分严格，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他没有杀死向曼的说法。不过蝶氮化钠是剧毒物质，应该有严格的把控吧？普通人应该不能接触到。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告诉你案件细节是想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目的。陆雨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我才跟你分开多久，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多事儿？你让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？没事儿。你们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跟巡捕房的人有什么好认识的？认识准没好事。跟我走。你看，10几年前的悬案又上报了，这么多细节又爆出。哎，你谁呀？哎，我的报纸。哎，问你话呢。我的报纸。最讨厌是这样打扰我看报纸。失踪案幸存者，案件啊。陆以真，他就是陆以真。陆以真，你是真的在那个蘑菇生活过吗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呀？陆以真，你是不是跟绑架者有什么特别的关系？明报销量不错吧？是，多亏了你的线索，那个案子直接让我们的销量翻了好几倍啊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那篇文章放在头版头条上了，那你后面也应该给我持续提供各类案件的独家信息才对，是吧？不会亏待你的。
慢的？你回上海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陆小姐，回答一下，陆小姐。这是哪？我家。你可是第一位来参观的小姐。杜先生，我很感谢你把我救出来，但是我们并没有熟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还是麻烦你把我送回公寓吧。公寓？你以为学校被围堵成这个样子，公寓就会好吗？其实我们不是第2次见面。大脑选择将那段记忆尘封。这是当年有关那件事情的所有报道，能找到的我都保存下来了。陆佳蕾。你就是陆佳蕾。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，你们是打算瞒我一辈子是吗？别人的想法我不清楚，但是我一直坚信，你有知道自己过去的权利。吴真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以前认为，不让你触碰到那段回忆，你就不会痛苦，更不会受到2次伤害。其实我和叔叔阿姨都一样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想了解什么，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尽管我坚信你有知道自己过去的权利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被此所困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或许这是老天在帮你呢。
珍惜眼前，活在当下，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我去开门。您是阿姨？阿姨，孩子，你受苦了。这是我在小曼的遗物里找到的，我看了看，觉得应该交给你。在我最孤独的时候，他成了我的好朋友。在我遭到白眼的时候，他都会为我辩解，安慰我。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都有他陪在我的身边。可是，在他最难的时候，我却以为他背弃了我们的友谊而疏远了他。受伤的时间在出事前的1个礼拜。你好。哎，小姐您又来了。这次还是找张工头。是，麻烦您帮我叫一下他。哎呦，他今天不在。没来上班啊？啊。几天没来了？没几天，这不是他女朋友去世了吗？人家心情不好，歇2天。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知道呀。你要去看他呀？我担心他也出事。说的也是。其实张工头平时对我们挺好的，我找时间也得去看看他。姚姨。呀，探长来了。王司长辛苦了。安探长。哟，你呀，就是吃定了我脾气好，才这样随意使唤我。对了，你们之前案件的嫌疑人好像是当年绑架案的受害者，叫陆以真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当年那场火灾还是我师父亲自查验的。唉，现场的惨象我至今都还记得。对啊。他怎么又回到了上海，还能成为了嫌疑人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就是性格怎么样？那件事情对他影响大吗？他只是我们巡逻房的嫌疑犯，我也不太清楚他怎么样。别说旁的了，这报告上的新内容你还没跟关探长说呢。
对，你来看一下。师傅您坐，为您倒茶。哎，硫。没错，我按照你的要求又重新查了一遍，虽然都是蝶氮化钠，不过这个成分里有硫，之前的那个纯度则更高，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。那什么样的情况下，蝶氮化钠里面会含有硫啊？这就不一定了。蝶氮化钠大多用于防腐剂，但都是工业用途。哎，这人，他怎么还走了？张志，哎，张志强，雨晶，谁啊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张生，放开，放开他，别动！别过来！放开他！放开你才有活路！我没有活路了。让我走！让我走！别动！张志强，你听我说，闭嘴！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什么东西？小曼给你的东西。在哪儿？在地上，包里。是他给你画的画，画了你们的未来。他想跟你一起回苏州，等他毕业以后，他去当老师，你去开染坊，你们会有2个孩子，你们会有一栋很大的房子，靠在河边，你们还会……别说了，